今天给这盆三角枫放盆修根，枝干蓄养差不多了，换一个盆对它进行控养，整个枝盘也得进行调整修剪。用浅盆种养，透气性好，2年左右这些根基本长满了。这条根是新长出来的，这条是老根。吸收养分的主要是这种新长出来的根。把这些过长的根剪短，上盆的时间不长，不对根进行大的修剪。盆土还是用的这种沙质土加腐叶土，这种土透气性好，适合大多数盆景种养。上盆后，把整个桩的倾斜角度往上抬了，上端干的角度也要顺着这个竖势朝右改变。这个杆有点粗，只能开口拉弯。开口拉弯的点要尽量的选择在杆的下端，这样对它进行拉弯之后，才能改变它整个枝的角度，成型才会显得自然。根没有进行大的修剪，在开春生长季节可以进行单枝锯口拉弯。三角枫的愈合能力强，开口可以锯得深一点。在进行拉弯操作前，别忘了把皮层松动一下。拉弯操作时，要观察这个后侧皮层的变化情况，要逐步拉到位。像这样吻合好，在生长季节1个月左右就开始愈合。结顶的方向也要改变，朝这个方向把空间压缩一下。杆的走向确定，再对枝进行调整。在盆景造型中，三角枫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树种，与对节柏拉一样，也是结生芽树种，生长比较快，在成型过程中主要是续剪。正因为它生长快，在蓄养过程中要注意枝干每个过渡环节的生长节奏。蓄养从主干开始，在这个过程中对枝条要进行控养，要防止枝条增出过快。主干基本成型，再进行枝的蓄养，以此达到枝干成型同步。这些枝盘都是在主干粗度基本达到之后才进行蓄养的。在3到4年中，枝盘逐渐形成，而干的每级过渡也正好达到理想的程度，这样就控制了成型过程中不出现局部的增出过快。像这些枝盘，如果枝太粗，就会与主干比例失调。这些枝条都按照竖式形成进行吊拉，对它们进行吊拉，改变枝的方向，粗度达到之后再剪短。这种蓄养成型比盘扎自然。有朋友认为在造型过程中盘扎比较快，但盘扎往往是以牺牲过渡和自然拐点为代价的，即使成型快，也是短期效应。尤其是像三角枫这种比较生长快的树种，盘扎之后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线丝，枝条会产生抽序不均，一些芽点也会因盘扎而消失。一般生长比较快的树种以续剪为主最好，盘扎最好是在主枝续剪成型后在侧枝上进行。三角枫盆景的修剪与对节柏拉很相似，修剪要留芽点，除了蓄养枝条，一般留1对芽点。像这种枝就不要留，直行枝剪短，控制它的粗度，粗度基本达到的就把它剪掉。用侧枝做主枝，既有自然的拐点，也有过渡。在拐点上不同方向的枝不要留。了解三角枫出枝的规律，在三角枫修剪中，不怕你剪错枝，就怕你留错枝。剪了可以重新长出来，错了一般是舍不得剪，越留枝盘就越失形。三角枫基本成型后，控养的手段主要是剪，
一年四季都会进行，尤其是春天的修剪。三角蜂在休眠期蓄走了养分，加上雨水过多，发出来的芽直接长，而且生长也特别快。像这种枝节过长的枝，要把它剪掉重来，再次长出来的枝的枝节就会变短。像有三角蜂这样生长特性的树种，控制枝节也可以在早春刚开始长叶的时候把芽尖剪掉。三角蜂该出芽的地方不出芽，像这种结口容易萌发重生枝，这些枝获取的养分特别多，生长过快就会使枝节膨大，过渡点变形，必须把它及时剪掉。三角蜂生长快，要使三角蜂成型快，必须了解它的属性，知其性才能养好它。这是我在玩盆景的过程中感悟最深的一个道理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三千龙茶，下期见。